第116章，兰尔乌斯的孩子。克里斯蒂娜并未注意到占卜家先生的茫然，看了眼接待台位置的安杰丽卡，压着嗓音道：“我是说兰尔乌斯的孩子。”他伸手指着旁边戴荷叶帽的年轻姑娘道：“这是我的外甥女梅高欧斯，她的母亲是我的长姐。我很遗憾，也很抱歉，当初竟然认为兰尔乌斯是出众的、卓越的年轻人，于是将梅高欧斯介绍给了未婚的他。看着他们成为恋人，梅高欧斯的父母之前对兰尔乌斯也很满意，计划在他们订婚后向钢铁公司投资全部的积蓄。幸运的是，在这件事情发生前，兰尔乌斯逃跑了，这让他们家庭没有遭遇致命的损失。不幸的是，我的姐姐和姐夫必须向亲戚和朋友们解释订婚仪式取消的原因，必须为梅高欧斯肚里的孩子烦恼。我们都信仰蒸汽与机械之神，不是风暴之主的信徒，并不认为恋人之间在婚前必须守贞。我们不责怪梅高欧斯，甚至很同情他，但孩子的存留确实让人为难，尤其他有那样一个父亲，这是骗财加骗色啊！克莱恩望向安静站在旁边的梅高欧斯，发现这位姑娘是位颇为出色的美人。她有着光洁的额头，金色的长发，有着一双与克里斯蒂娜很像的大眼睛，此时忧郁而沉静，正紧抿着嘴唇。真是让人愤慨的诈骗犯啊！而且还成功跑掉了。克莱恩诅咒了兰尔乌斯一句，想了想道：如果是已经诞生的孩子，我确实有办法借助他占卜兰尔乌斯的大致下落，但很可惜，这需要等待好几个月。这也许就是之前占卜结果的体现：忍耐、等待、坚持，不再贪心，然后迎来转机，看见阳光好几个月。克里斯蒂娜喃喃摇头，不，过了这么久，就算找到兰尔乌斯，也拿不回钱了。他侧头看向金发碧眼的梅高欧斯，声音不由自主变沉道：你那里有兰尔乌斯随身携带过的物品吗？没有。梅高欧斯清晰而柔软的回答。他送我的戒指算吗？必须是携带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物品。克莱恩摇头否定。克里斯蒂娜沉默几秒，看着梅高欧斯道：你必须做出决定，我认为留下这个孩子会让你之后的人生变得艰难，充满荆棘。难道你要告诉他，他的父亲是一个诈骗犯，骗了很多的人，包括他的母亲？是时候去诊所去医院了，而这还能帮助我们找到兰尔乌斯，拿回失去的东西。喂，这样的占卜会不会太重口了？克莱恩不好干涉别人的家庭事务，只能在旁边耐心等待，时不时腹诽一句。梅高欧斯低下脑袋，垂着目光，许久没有说话。过了一阵，他才摸着小腹，露出温柔的笑容道：他和他父亲不一样，他是一个很体贴、很讨人喜欢的孩子。他每天都会轻轻踢我，告诉我他的心情，他还会哼歌，会吹口哨，用音乐帮助我入睡。克莱恩听着听着，忽然觉得有点不对。梅高欧斯的话语前半节属于常见的反应，但后半段近乎是在呓语，在说着不现实的事情。他这是打击太大，精神出了问题。克莱恩抬起右手，伸向眉心，试图装出揉捏以舒缓疲惫的样子。就在这时，梅高欧斯猛然转身，快步走向门口，只留下了一句话：或许他的父亲会因为他的出生偷偷返回，会替他保留一部分财富。克莱恩怔了一下，没来得及开启灵视，眼睁睁看着梅高欧斯离开俱乐部。哒哒哒沿着楼梯下行，克里斯蒂娜吸了口气，缓了几秒道：对不起莫雷蒂先生，打扰您了。我们会努力去寻找兰尔乌斯的随身物品。克莱恩微不可见颔首，目送他下楼，叹息着摇了摇头。第二天上午，克莱恩刚进入黑金级安保公司，和罗珊打过招呼，就开口问道：今天的报纸呢？甜美的棕发姑娘罗珊打量着他，疑惑道：克莱恩，你很奇怪诶，为什么？克莱恩早有预料般微笑反问。罗珊转了转眼珠道：以前你都是午休的时候才看报纸，因为上午有神秘学课程。老尼尔已经在武器库等你了。我是提前知道一起案子会有悬赏，所以才想翻翻报纸，记住罪犯的长相。也许哪天遇上了呢？克莱恩含笑解释道。是吗？罗珊好奇的拿起今天的几份报纸，开始飞快翻动。通缉令，兰尔乌斯对吧？克莱恩当即回答道：是的，可恶的诈骗犯，竟然骗了1万多镑。罗珊仔细看了10几秒，忽然愤慨出声。克莱恩和他有着相同的感受，跟着谴责道：确实太可恶了，我都想主动申请接手这起案子了。罗珊又看了10几秒，惋惜摇头道：这起案子似乎没有涉及超凡因素，而且就算涉及了，
也会移交给风暴之主的代法者克莱恩不是太明白罗珊的意思，但接过报纸翻了翻后，就遗憾感叹道：“是啊，有那么多人被骗，三大教会的信徒肯定都包含在内。而莱尔乌斯钢铁公司所在地是南区与超凡因素有关的案子，如果单独涉及某位神灵的信众，就会交给对应的小队，但要是黑夜女神、风暴之主、蒸汽与机械之神的信众都有牵扯，则按管辖区域划分，归属金梧桐区，北区和西区归职业者小队，东区、南区和码头区归代法者小队，大学区和郊外归机械之星。翻看之中，克莱恩也记住了莱尔乌斯的长相，他额头饱满，黑发棕瞳，戴着镜片近乎圆形的眼镜，嘴角微微上翘，似乎在嘲笑所有人。除了那副眼镜，莱尔乌斯没什么明显的特点，非常普通。和罗珊又寒暄了几句话，克莱恩通过隔断，预备进入地底。这时，他看见皮肤苍白、气质冰冷的收尸人弗莱和白发黑瞳的作家小姐西加特昂同时走出娱乐室，拐向自己。简短打过招呼后，克莱恩目送两位队友离开，并发现穿黑色风衣的邓恩·史密斯开门站在了旁边。有案子？克莱恩好奇问道。这个时间点，两位职业者不会无缘无故一起外出。邓恩挥眸一扫，颔首笑道：西区有地方出现疑似闹鬼的事情，我让西加和弗莱去看一看，不过你就不用关心这些事情了。在初步掌握格斗技巧前，我不打算再让你参与任何任务。我必须对我的队员负责。队长，你真是一个好人啊，除了发际线高，记忆差，没什么缺点了。克莱恩暗赞一声，确认般反问，也就是说，我只需要上神秘学课程，进行格斗训练，不用做任何贡献，就能领到薪水。这只是暂时的，邓恩给予确定的答复。只需要听课加健身，就能拿到足额的丰厚的薪水，想想还挺爽的。克莱恩乐滋滋的想到，希望不要再有巧合了。他无声祈祷了一句。平稳安宁、没有波澜的生活持续到了周五。克莱恩在完成格斗练习后，坐车抵达了贝西克街亨利斯家侦探事务所的外面。他左右看了一眼，在确认无人注意自己后，戴上纱布口罩，竖起风衣领子，快步进入了楼道。敲开大门，克莱恩再次看见了中年硬汉形象的亨利侦探。下午好，先生，你其中一件委托有结果了。眼眸深蓝的亨利侦探用烟酒嗓说道。克莱恩故意哑着嗓音道，是出没于恶龙酒吧的那位先生的信息，购买了观众魔药辅助材料的那位先生。是的，亨利扬了下手中的烟斗道，然后他什么也没说，只微笑看着克莱恩。克莱恩明白对方的意思，心疼的掏出4张1磅的钞票递了过去，这是第二笔款项。他顿了下，补充道，给我写张收据，他的私房钱已不足1磅了。没有问题。亨利咳嗽2声，一边检验钞票的防伪印记，一边吩咐雇员拿来纸张和钢笔。紧接着，他请克莱恩到沙发区域坐下，自己快速写了收据，盖上印章。做完这一切，亨利抽了口烟道，按照你的描述，我和助手在恶龙酒吧等待了3天，终于遇到了那位先生。他确实是位相当警惕的绅士，而且也非常善于观察，幸好我是这方面的老手。他叫达斯特·古德里安，格林赫尔疯人院的医生。第117章接触。达斯特·古德里安，格林赫尔疯人院的医生。克莱恩无声重复着亨利侦探的话语，开始思考怎么去接触这位疑似观众、疑似心理炼金会成员的医生。在这件事情上，他不想冒太大风险，不想让职业者发现自己有问题，不想为了仅仅用于交换的情报和资源失去目前的生活。而且，那位先生很可能是观众，不是经受过特别训练的人，几乎没法在他面前隐瞒真实的目的和想法。找人中转，神秘一点。不行，牵涉的人越多，越容易出问题。也许可以考虑把真相隐藏在真相里的办法，让那位医生看到的表情和肢体语言都是我真实想法的反应，但却不是全部的想法。克莱恩边听侦探亨利介绍达斯特·古德里安的相关情况，边思索该采用怎样的办法来最大程度规避风险，并且还不能影响到目的的达成。渐渐的，他从看过的警匪片和谍战片找到了灵感。可以这么试一试，但预先必须反复演练。克莱恩在心中点了点头，重新将全部的注意力放回侦探亨利的话语。嗨，亨利清了下喉咙道，红烟囱的委托我们还在进行，你应该知道，类似的建筑在廷根市有不少。当然，如果你还能提供别的线索，
事情就简单了。克莱恩沙哑着笑了一声，如果我还有别的线索，就不会委托你们了。老实说，这么久的排查和寻找让他对事情的结果持悲观态度，因为那位幕后操纵者明显察觉到了他的占卜，有充足的时间转移藏身之处，所以他只希望能从相应的住客信息找到更进一步的线索，而这价值7磅，想想就心痛。克莱恩在侦探亨利描述完毕后，拿上手杖，告辞出门。周六上午8点40分，格林赫尔疯人院的医生办公室内，戴着金边眼镜、气质出众的达斯特·古德里安脱掉外套，摘下帽子，将它们挂到了衣帽架上。他刚拿起装有咖啡粉末的吸罐，就听到了嘟嘟嘟的敲门声。请进，达斯特不甚在意的说道。然后他看见扮演的房门被推开，看见一位穿黑色过膝风衣的年轻男子走了进来。因为对方的陌生，达斯特疑惑开口道：上午好，你是？克莱恩随手关门，取下帽子，按在胸口，行了一礼道：上午好，达斯特医生，请原谅我的冒昧来访，我是阿霍瓦郡警察厅的见习督察克莱恩·莫雷蒂，这是我的证件和徽章。督察达斯特低语一句，接过了对方的证件和徽章。特殊行动部。他缓缓抬头，目光冷静到没有半点涟漪，仿佛在审视着什么。黑色短发，比褐色更深一点的瞳孔，有点学者气质，沉着而平静，暂时看不出恶意。达斯特递还手中的物品，斟酌着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椅子。请坐，警官，你有什么事情找我？克莱恩坐了下来，将手杖放好，缓慢收起证件和徽章，露出微笑道：请允许我再重新做一次自我介绍，我还是停根市职业者小队的成员，专门处理涉及非凡因素的事情。上午好，观众先生。他话音未落，就不出意料的看见达斯特瞳孔变小，手掌回缩，一副想要夺路而逃的样子。警官，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达斯特强撑着说道，险些无法维持状态。这样的玩笑我并不喜欢，或许我该叫警卫了。克莱恩缓缓从腋下枪袋里取出左轮，笑容不变道：达斯特先生，我知道你看得出来我的信心，也看得出来我并没有恶意，呵呵，坦白的讲，我刚开始还有些不确定，但你的反应给了我答案，以上每句话都是真实的。克莱恩在心里默默补了一句。达斯特稍微放松了一点，余光瞄着对方的左轮，疑惑问道：我很难理解你为什么会来找我。我不觉得我有暴露什么。克莱恩笑笑道：这只是一个偶然，或许命运安排我们认识，其实我们有在恶龙酒吧的地下交易市场见过面，但当时你并没有注意我。你虽然聪明的将序列魔药的辅助材料分开购买，但对刚好也了解这个配方的我来说，依然足够值得关注。达斯特忽地吐了口气，仿佛失去了辩解的动力。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我做的足够谨慎，想不到。呢喃了几句，他盯着克莱恩的眼睛道：警官，我知道你不是来抓捕我的，你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克莱恩神态放松的说道：我和其他职业者不同，我不认为每一位不属于我们的非凡者都是潜在的罪犯，这对那些向往秩序和善良的人并不公平。达斯特改变了坐姿，不再那么紧绷的说道：如果别的职业者、代法者和机械之星成员能够像你一样，那世界就和平了。你知道职业者、代法者和机械之星成员？克莱恩故作惊讶的开口，这不是一个误入非凡领域的人应该知道的事情，你背后肯定有个组织。他往后一靠，嘴角含笑道：心理炼金会。说话的同时，他悠闲的看着达斯特的脸色一点点难看。我看出来你在期待我的回答，可还是忽略了某些似乎很平常的事情，落入了你的语言陷阱。达斯特懊恼的低语道，他开始发现观众状态不是万能的，看得出来对方的目的，却不表示可以弄清楚具体的细节。克莱恩摩挲着手枪的转轮道：医生，我们必须坦诚的交流，这可以从我开始。我不认为未被管理的非凡者是潜在的罪犯，但我赞同登记和监管每一位非凡者，这是对失控风险的防范，避免更严重、更危险的情况发生。我不会打扰你正常的生活，我希望我们之间能有限度合作。有限度合作？达斯特仿佛在思考般反问道。克莱恩低笑了一声道：是的，有限度，比如定期向我报告自身的状态。你知道的，很多失控事件在情况不那么严重的时候是有挽救可能的，而职业者在这方面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比如在你的组织中，在你认识的非凡者里，如果有人即将危害到无辜者，请及时向我提供线索，这是给你的福利。你应该知道福利的意思。另外，你不用再担心了，
不用再害怕哪一天突然就被职业者、代法者和机械之心的成员抓捕或者击杀，你可以安稳的、愉快的享受你的生活。我们会给你一些证明身份的物品，你可以在最后的没有其他办法的时刻使用。达斯特沉默听着，好一会儿才开口问道：你希望我背叛我的组织？不是背叛，克莱恩诚恳说道，这是对公义、对道德、对善良的维护。你是在阻止某些邪恶的、凶残的、血腥的案件。除了这方面的事情，我不会让你出卖你所在组织的秘密。达斯特仔细想了想，似乎因为有借口而变得好受了一点。他默然几秒，伸出右手道：合作愉快。克莱恩用未持枪的手和对方握了握道：合作愉快。他顿了下，轻笑道：医生，你可以告诉我，你是否是心理炼金会的成员了？是的。达斯特点了下头。还未进门就开启了灵视的克莱恩没有发现对方的情绪颜色出现波动，于是斟酌着问道：你是怎么加入心理炼金会的？达斯特看着对方的眼睛道：因为这家疯人院的一位病人，我给他看病的时候，发现他能完全看穿我，清醒理智的不像是个疯子。他叫做胡德·欧根。克莱恩记住了这个名字，又和达斯特聊了几句，约定了见面请求的隐秘传递方式和见面的地点等事项。他暂时没有与对方交流魔药、配方、传闻等事情，在适合的时候提出告辞，收起左轮，离开了达斯特的办公室。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口，达斯特猛地吐了口气，瘫软的后靠住椅背，有些痛苦又有些放松。佐特兰街36号黑金级安保公司内部，坐在办公桌后面的邓恩挥眸一扫，开口问道：出了什么事情吗？迟到了快半个小时的克莱恩组织着语言道：队长，我发现了一位非凡者，确认是心理炼金会的成员。他是一位正派的医生，愿意和我们合作。我认为最好保持目前的状态，这能帮助我们及时了解到心理炼金会的最新情况。顿了几秒，克莱恩又补充道：我想发展他成为职业者的线人，或者隐秘的外围成员。线人这个词语来自因蒂斯语，来自罗塞尔大帝。邓恩缓缓颔首道：你处理的非常好，但以后再有这种事情，最好先告诉我，把那位医生的信息和你处理过程的文字资料提交给我，我会给他一些证明身份的物品。还有，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伦纳德他们，虽然都是值得信任的队友，但相关条例有明确规定，以后你负责联系那位医生。克莱恩无声吐气，笑容满面道：好的。第118章。8月，时间平稳流逝，停更送走了夏天的尾巴，来到8月中旬，气温稳定在了26-7摄氏度。哗啦！克莱恩猛然从浴缸内站起，迈步而出，带来滴滴水珠的洒落。他赤身裸体的立在那里，低头望向自身腹部，稍一用力，就看见了块块肌肉的线条清晰勾勒。这是他这段时日坚持训练的成果。除此之外，整个人也显得精神了许多。而就在今天，他的格斗老师高文开始教导他基础的拳击步伐和发力技巧。啪啪啪，克莱恩咣咣的脚板踩在盥洗室地上，时而前滑，时而急退，时而右闪，并伴随挥拳和格挡的动作。呼，他停了下来，欣喜的吐了口气，拿过旁边的毛巾，擦拭起自身。接触疯人院医生达斯特·古德里安之后的2周多里，克莱恩仿佛摆脱了巧合，离开了总是碰到超凡事件的怪圈，生活变得平稳，按部就班的领着薪水，深入研究神秘学，练习射击和格斗，一直开发新的菜式，与哥哥班森妹妹梅丽莎一件一件积攒体面的餐具和摆设，向队长邓恩、队友伦纳德等人请教过去的非凡案件，以及到俱乐部帮人占卜，并严格遵循本身总结出来的守则，这让他的心灵变得安定。如果不是夜深人静时还会思念地球，如果不是红烟囱的事情还没有查清楚，如果不是厄运布偶传递的图案偶尔会出现于梦境里，他都要开始习惯并眷念现在的生活了。在此期间，塔罗会召集了3次，克莱恩并未得到新的罗塞尔日记，但据正义介绍，他新认识了2位非凡者，正在自然的接触他们，等到进入相应圈子，应该就能交易到更多的罗塞尔日记了。而倒吊人也表示自身已经返回陆地，正在处理一些事务，只要空闲下来，立刻就着手寻找。另外，正义感觉他新认识的2位非凡者都是值得发展的对象，比如各有不错的明面身份掩护，各有一定的不类同的资源渠道，各有各的坚持和特点，不是那种会随意出卖机密的人。唯一的问题是，都只有序列9，
不太适合塔罗会这种高端严格的隐秘组织。高端的组织，我感觉更像传销。当时的愚者克莱恩只想掩面长叹，对正义小姐的自我感觉良好，竟找不到语言来应对，只能答应让他对那2位非凡者做进一步的观察。当然，正义也不是最开始那位天真浪漫的少女了，她谨慎的没提2位非凡者的姓名和特点，害怕倒吊人据此查到本身。正义小姐说，她清晰感受到魔药消化的迹象了，也许再有3-4周，她就能完成观众的扮演。读心者的配方得提上日程了。擦干净身体的克莱恩将毛巾放到一旁，边穿贴身衣物，边想着前天塔罗会上的事情。这近20天里，他只约达斯特·古德里安医生见过一面。本着欲速不达的想法，只聊了聊对方的状态，问了问心理炼金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而正义消化魔药的速度，让他不得不提前琢磨怎么从达斯特那里得到序列8读心者配方。一颗一颗扣好衬衣纽扣，克莱恩又拿起另一块干毛巾，用它包住头部，吸收短发上的水分。和正义相比，他消化占卜家魔药的速度只快不慢。到这周，冥想和临时状态时，已经没再出现听见不该听见声音，看见不该看见场景的事情了。反过毛巾，克莱恩又擦了擦头发，抬头望向门口，无声自语道：我总结的占卜家守则确实有效，下周应该就能彻底消化掉魔药了。小丑配方里的霍纳奇斯灰山羊独角结晶和人脸玫瑰还不知道去哪里弄，也许可以学戴丽女士提交特别申请，但那样肯定会被上层关注。我现在只想猥琐发育。极光会在警察部门发展的信徒也被找到了，但还是不知道细先生是谁。亨利说这周结束前能完成红烟囱委托。我的私房钱恢复到7磅出头了，不用担心怎么支付尾款。他之前给的部分房屋和住客资料暂时看不出问题，我又没空一个个排查，也许可以先看哪栋有红烟囱的房屋最近更换了住客。这是个思路，静坐20-30秒。他穿上灰黑色长裤，戴好领结，扣稳枪带，将换下来的骑士练习服丢入洗衣筐，开门走出了盥洗室。他刚结束周3下午的格斗训练没多久，还在老师高文的家里。您好，莫雷蒂先生。高文的杂货女仆刚好路过，忙躬身行了一礼。克莱恩微微点头，指着凌乱失路的盥洗室道：麻烦你清理一下，这是我的职责，衣物会由江洗女工处理。他6点过来。杂货女仆低着头回答。江洗女工不包吃住，给的报酬也很低，所以他们不会只受雇于一家，往往都承揽了附近好些居住者的衣物，或者每天匆匆忙忙的赶场，洗完一家立刻去另外一家，或者全部搜集至家里一起处理，依次送回。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勉强生存。克莱恩没再多言，来到客厅，向坐在摇椅上的主人告辞。他看见两鬓发白的高文没什么生气的颔首，双腿之上铺着条浅褐色的毛毯，手里则拿着份阿霍瓦晚报。克莱恩知道眼前这位沐浴着西斜阳光的男士其实刚50出头，但暮气沉沉的，仿佛已80-90岁。平时的格斗训练里，高文也保持着沉默，只在该指点时开口，绝对不多说不闲聊。克莱恩则由于每天累得要死要活，缺乏主动攀谈的欲望，所以双方的关系到现在依旧冷淡。看高文老师的演示，他的力量还是相当惊人的，步伐也足够敏捷，打我3个估计都不成问题。他有警察厅给的薪水，在廷根郊区的乡村里还买了片土地，可以收取固定的地租。他雇佣着一位厨师，一位杂货女仆，一个江洗女工。在地球上的大吃货国，有这样身家的50-60岁先生早满世界旅游去了。克莱恩将视线从高文身上收回，暗自摇了摇头，然后来到衣帽架旁，取下了自己的半高丝绸礼帽和黑色薄风衣，穿戴齐整。他拿上手杖，走出房屋，沿着两侧长有杂草的石板道路靠近大门。就在这个时候，他看见铁栅栏外停着一辆双轮马车，站着一个熟悉的男士，伦纳德。克莱恩疑惑地望着头发肆意凌乱的职业者队友，低声自语了一句。伦纳德身穿白衬衣、黑长裤和无扣皮靴，手里正旋转着自己的帽子，看见克莱恩出来，含笑开口道：惊喜吗？只有惊，没有喜。克莱恩无视了对方的不正经，盯着这名假释人的绿眸道：有什么事情？伦纳德将帽子戴上道：队长让你配合我和弗莱，我们路上再详细说。好的。克莱恩跟着对方进入了马车车厢，等到两边风景后掠，伦纳德拿起旁边的公文袋，
丢向了对面。克莱恩稳稳接住，取出文件，仔细翻阅起来。8月11日晚上11点，西区济贫院内，破产的索尔斯企图纵火，制造惨案，但最终只烧死了自己。8月11日晚上10点，码头工人齐德跳入塔索克河，结束了贫穷的生命。8月11日晚上8点，铁十字街下街以糊制火柴盒为生的劳维斯太太突发疾病死亡。看到前面2件事情的时候，克莱恩一阵疑惑，认为类似的死亡事件实在太普通太常见了，不仅不该引起职业者重视，就连警察部门也得避免警力的浪费。可往下看去，他渐渐皱起了眉头。翻了2页，他猛然抬手望向伦纳德道，这未免太多了吧。当正常的死亡事件多到让人惊骇的程度时，就很难称得上正常了。伦纳德难得正经地点头道，过去2周内的死亡事件是正常值的5倍。廷根市警察总局统计数据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赶紧将事情移交给了我们，移交给了代罚者和机械之星。虽然这些死亡事件初步核实都没有问题，但队长认为我们必须重新查一遍，而这就可能需要占卜或者仪式魔法的辅助了。克莱恩恍然道。我明白了。伦纳德打了个响指道，你和弗莱一组，他在铁十字街下街等我们，西加、洛耀和老尼尔一组调查北区的相应事件。队长留在安保公司内应对意外。克莱恩郑重点头，忽然想起一件事情，连忙问道，我能先回一趟家，留一张纸条吗？他得告诉哥哥和妹妹自己今晚有事，不在家用餐。伦纳德笑了起来，没有问题，刚好顺路。克莱恩这才定下心，再次翻阅那些死亡事件，试图从不同的死法、不同的名字、不同的时间点里找到关联。看着看着，他油然想到，这就是我成为职业者后的第一次集体任务。那么，为什么要强调来不及和忘记呢？为什么呢？好歹对我有点信心啊！第119章，真正的下界。廷根市水仙花街2号。留下了纸条的克莱恩锁好大门，快步走向路边等待的伦纳德、米切尔。伦纳德的黑色短发比上个月长了一些，且疏于打理，显得非常凌乱。可就算是这样，配上他不错的长相，绿宝石般的眼眸和诗人一样的气质，依旧有种另类的美感。果然，任何发型都是要看脸的。克莱恩下意识吐槽了一句，指着铁十字街方向道，弗莱在那边等我们。是的。伦纳德理了下没有扎进去的衬衣，状似随口的问道，你有从资料里找出什么线索吗？克莱恩左手持杖，沿着街道边缘前行道，没有，无论是死亡的方式还是死亡的时间点，我都找不出规律。你知道的，涉及邪神、恶魔的仪式都必须配合特定的时间点或者特别的方式。伦纳德触碰着藏于腰间、藏于衬衣之下的特制左轮，轻笑一声道，这不是绝对的，在我的经验里，有的邪神或者说恶魔非常容易满足，只要他对接下来的事情产生浓厚的兴趣，而且这些死亡事件里肯定有相当一部分是正常的，必须剔除他们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克莱恩瞥了他一眼道，所以队长才让我们重新勘察，排除掉正常事件。伦纳德，你的语气和描述告诉我，你在类似方面有充足的经验，可你成为职业者还不到4年，平均下来每个月遭遇的超凡案件不超过2起，并且大部分都是简单的，易于解决的那种。他始终觉得伦纳德·米切尔这位队友古怪神秘，不仅一直在怀疑自己，认为自己特殊，而且本身还时而神叨，时而自大，时而轻浮，时而深沉。难道他也有奇遇，也有让他觉得自身是戏剧主角的奇遇？克莱恩结合丰富的电影、小说和电视剧见识，粗略地做着推测。听到他的问题，伦纳德笑笑道，这是因为你还没有正式进入职业者的状态，还在训练阶段。圣堂每半年就会将各个教区、各个教堂遭遇的超凡案件整理成书籍，并根据保密等级的不同，在不同的版本里做一定删减，然后对应下发给各个成员。你在神秘学课程之外，可以向队长申请进入查尼斯门，借阅以前的那些案件书籍。克莱恩有所恍然地点头道，队长一直没提醒我这方面的事情，他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机会进入查尼斯门。伦纳德轻笑出声道，我以为你已经习惯了队长的风格，没想到你还天真的期待他提醒你。说到这里，他意味深长的补了一句，如果哪一天队长什么都记得，什么都没忘记，那我们倒是需要提高警惕了，这意味着失控。克莱恩表情郑重的颔首，转而问道，这是队长独有的风格？
我还以为是不眠者序列附带的问题，熬夜造成记忆力衰退什么的。准确的说是梦魇独有的风格，现实与梦境交织，时常让人分辨不清哪些是真的，需要记住哪些是假的，不用放在脑子里。伦纳德本想再说点什么，但两人已步入铁十字街，看见了等待在有轨公共马车站点的收尸人弗莱。弗莱戴着黑色圆边毡帽，身穿同色薄风衣，手里提着一个皮箱，肤色苍白的让人怀疑他随时会突发疾病倒下，而冰冷阴暗的气质则让周围的等车者纷纷远离他。互相颔首后，三人都没有开口，沉默着汇合，共同越过斯林面包房，拐向了铁十字街下街。喧嚣当即扑面而来，叫卖着牡蛎汤、香煎肉鱼、姜皮和水果等食物的街贩们声嘶力竭地喊着，让来往行人不由自主放慢了脚步。此时已5点出头，不少人回到了铁十字街，道路两侧开始拥挤，部分小孩混杂其中，冷漠地看着这一切，注视着所有的口袋。克莱恩常常到这边来买便宜的熟食，以前更是住于附近公寓，对此地的状态相当了解，于是开口提醒道：小心窃贼。伦纳德笑笑道：不用在意。他拉动衬衣，调整枪带，让腰间的左轮露在了外面。豁然之间，注视着他的目光纷纷移开，周围的行人也不自觉让出了一条道路。克莱恩愣了愣，快步跟上了伦纳德和弗莱，并低下脑袋，防止有认识的人注意到自己。班森和梅丽莎依旧与以前的部分邻居保持着联系，毕竟搬得不够远。穿过那片街贩众多的区域，他们三人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铁十字街下街。这里的路人都穿着陈旧而破烂的衣物，对陌生且光鲜亮丽者的出现既充满警惕，又流露贪婪，仿佛盯着腐蚀的秃鹫，随时都可能发动攻击。但伦纳德那把左轮有效地制止了一切意外的发生。我们先从昨晚的死亡事件开始调查，从胡治火柴盒的劳维斯太太开始。伦纳德翻了下资料，指着不远处道：134号1楼。随着三人的前行，一个个衣衫褴褛的玩耍小孩飞快躲到了路边，用茫然、好奇、害怕的目光注视着他们。瞧瞧他们的胳膊，他们的腿，就跟火柴杆一样。伦纳德感叹了一句，率先进入有3层的134号。各种味道混杂的气体顿时钻入了克莱恩的鼻孔，他依稀能分辨尿的骚味、汗的臭味、发潮的霉味，以及煤炭木材燃烧的气味，忍不住抬手掩了下鼻子。克莱恩看到了等待在这里的比奇·蒙巴顿，这位负责周围街区的警长留着棕黄色的络腮胡，对亮出督察身份的伦纳德满是谄媚之情。长官，我已经让劳维斯在房间等待了。比奇·蒙巴顿用略显尖细的独特嗓音笑道。他显然没认出精神了许多、体面了许多的克莱恩，只顾着讨好3位长官，领着他们进入位于1楼的劳维斯家。这是单间的房屋，最内侧靠着2层的高低床，右边是桌子，摆放着浆糊、硬纸等物品，角落里则堆有装满火柴盒的箩筐，左侧是破破烂烂的橱柜，既放衣物又放餐具。房门的两边挤着炉子、马桶和少量煤炭、木材等事物，中央位置还有2个肮脏的地铺。一个男子正裹着烂出了洞的被子呼呼大睡，让人几乎无从下脚。高低床的下铺，一个妇人躺在那里，皮肤冰冷阴沉，明显已失去了全部的生命。这具尸体的旁边坐着位头发油腻凌乱的30来岁男子，他神情萎靡，目光失去了神采。劳维斯，这3位警官来检查尸体，并询问你一些事情。比奇·蒙巴顿高声喊道，丝毫没顾及地上还有人睡觉。萎靡男子有气无力的抬头，诧异问道：今天上午不是检查过了、问过了吗？他穿着灰蓝色的工人服，上面多有缝补的痕迹。让你回答就回答，哪有这么多问题？比奇·蒙巴顿狠狠训斥了对方一句，然后朝着伦纳德、克莱恩和弗莱笑道：长官，那就是劳维斯，床上是他的妻子，也就是死者。经过我们初步检查，死于突发的疾病。克莱恩等人垫着脚尖，从地铺间的空隙走到了床边。高鼻薄唇、气质冰冷的弗莱没有说话，只柔和地拍了拍劳维斯，示意他让开位置，便于自己检查尸体。克莱恩望了眼地上睡觉的男子，疑惑问道：这位是？我的租客。劳维斯挠了下头皮道：这个房间每周要3苏勒10便士，我只是个码头工人，我妻子胡制1箩火柴盒才能拿到2又1/4便士。1箩有130盒以上吧。我们还有孩子，我只能把空余的地方租给别人，
一个地铺每周只需要1苏勒。我有个租客在剧场帮忙布景，晚上10点前不会休息，就把白天的地铺使用权卖给了这位先生，他是夜里看守剧场大门的人。他只用支付6便士，每周。听着对方絮絮叨叨的介绍，克莱恩一时忍不住望了眼角落的箩筐，一箩130盒以上，才赚2.25便士，差不多2磅黑面包的价钱，一天又能糊制多少箩？注意，伦纳德环视一圈问道，你妻子死亡前一段时间有什么异常吗？早就回答过类似问题的劳维斯指着左胸道，从上周，也许是上上周开始，他常说这里很闷，喘不过气来，有心脏疾病的前兆，正常的死亡事件。克莱恩插言问道，你有看见他死亡的过程吗？劳维斯回忆着说道，太阳下山以后，他就不再工作了，蜡烛和煤油可比火柴盒贵多了。他说他很累，让我跟2个孩子说说话，他先休息一下，等我再看他的时候。他已经停止了呼吸。说到这里，劳维斯的悲伤和痛苦再也无法掩盖。克莱恩和伦纳德又分别问了几个问题，但都没能发现不自然不正常的因素。彼此对视了一眼后，伦纳德开口道，劳维斯先生，麻烦你出去等待几分钟，我们将对尸体做一个深入的检查，我想你不会希望看到接下来的画面。好的，劳维斯慌忙站起。比奇·蒙巴顿走到旁边，一脚踢醒了睡地铺的租客，粗暴地将对方赶了出去，自身则识相地关上大门，守在外面。怎么样？伦纳德随即望向弗莱，死于心脏疾病。弗莱收回双手，肯定地说道。克莱恩想了想，掏出半便士面额的铜币，打算做一个快速的判定。劳维斯太太的心脏疾病有超凡因素的影响？不，这个太狭窄了，答案容易误导人。劳维斯太太的死亡有超凡因素的影响。就这个，他仿佛在思考般的无声低语，很快确定了占卜语句。默念之中，克莱恩来到劳维斯太太的尸体旁，眼眸转身，往上弹出了硬币。当那余音回荡，黄铜色的硬币翻滚下落，稳稳停在了他的掌心。这一次，国王的头向朝上，这说明劳维斯太太的死亡确实有超凡因素的影响。第120章，济贫院。存在超凡因素。克莱恩的眸色恢复了正常，侧头望向伦纳德和弗莱。伦纳德忽然笑了一声，很专业嘛，不愧是占卜家，你仿佛在暗示什么。克莱恩没有发出声音的嘀咕了一句。弗莱打开皮箱，取出银质小刀等饰物，顿了几秒道，尸体告诉我他确实死于突发的心脏疾病，你有办法占卜出更加详细的情况吗？克莱恩认真点头道，我可以试一试通灵仪式和梦境占卜的结合，希望能从劳维斯太太残留的灵性里获得点什么。弗莱保持着冰冷内敛的状态，向后退开2步道，你先尝试。他偏头看了克莱恩一眼，忽然语气没有起伏地感叹了一句，你越来越习惯这样的场合了，我也不想的。克莱恩有种想哭的冲动，挨个取出要用到的纯露、精油和草药粉末，快速完成了通灵仪式的布置。他于灵性之墙的中央默诵着黑夜女神的尊名，用赫密斯语提出了祈求。很快，他周围有风在打旋，光芒愈发的暗淡，眸子已然全黑的克莱恩抓住机会，反复默念出占卜语句。劳维斯太太的死因，劳维斯太太的死因。他站着进入了梦境，看见了徘徊于模糊之中，徘徊于尸体周围的透明之灵。然后他伸出虚幻的右手，触碰向劳维斯太太残留的灵性，瞬息之间，他眼前有光影炸开，有一个个画面在闪现。那是一位脸黄肌瘦、衣着破烂的妇女在忙碌地糊制着火柴盒。那时他忽然停顿，捂住胸口。那是他在和2个孩子说话。那是他身体微晃，大口喘气。那是他去买黑面包的时候，突地被人拍了一下。那是他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心脏有问题的征兆。那是他感觉很累，躺到床上，却再也没有醒来。克莱恩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细节，试图找到超凡因素存在的痕迹。但等到一切结束，他依然没有获得足够明确的线索。模糊与朦胧破碎，克莱恩退出梦境，回到现实。他解除掉灵性之墙，对等待的弗莱和看戏的伦纳德道，没有直接的象征，大部分的画面都透露劳维斯太太早罹患心脏疾病，只有义父和其他不同。劳维斯太太被人从背后拍了一下，那只手白嫩纤细，似乎属于女性。对这样的家庭来说，不到最严重的时候，不会轻易去看医生，
哪怕只是在免费的慈善医疗组织那里排队，时间也损失不起。他们一天不干活，第二天或许就没有食物了。伦纳德用诗人般的感伤语气叹息道。弗莱随之望了眼床上的尸体，轻轻吐了口气。不等克莱恩开口，伦纳德迅速切换了状态，仿佛在思考般说道：你的意思是，超凡因素存在于劳维斯太太被拍的那一下，来源于那位有着纤细之手的小姐或者女士？克莱恩点头回答：是的，但这只是我的解读，占卜往往都是模糊的。他和伦纳德没有再讨论，各自退到地铺另外一边，让弗莱不受干扰的从皮箱里取出辅助器械和材料，做更进一步的检查。他们等了片刻，弗莱收拾好各种东西，做了清理和遮掩，转头说道：死因是自然的心脏疾病，这一点没有疑问。听到这个结论，伦纳德来回踱了几步，甚至走到了门边，好半天才说话。先到这里，我们去西区济贫院，看能否发现别的线索，看两起死亡事件能否串联起来。只能这样。按捺住满腹疑惑的克莱恩开口赞同。弗莱提上皮箱，半走半跳的通过了2个地铺，没去踩踏别人的被子。伦纳德打开房门，率先走了出去，对劳维斯和租客道：你们可以回家了。克莱恩想了下，补充道：尸体不要急着下葬，再等待1天，或许还会有一次彻底的检查。好的，警官劳维斯微弓身体，忙不迭的回答，接着半是麻木半是茫然的说道：其实我暂时也没钱给他下葬，还得攒几天。还好最近天气凉快了。克莱恩诧异脱口道：你打算让尸体待在房间好几天？劳维斯挤出一抹笑容道：还好最近天气凉快了，夜里可以把尸体放在桌子上，吃东西的时候就将他抱到床上去。他话未说完，弗莱突然打断道：我留了下葬的费用在你太太旁边。然后丢下这么一句平淡话语的他，没去理睬劳维斯惊愕的表情与随之而来的感谢，快步走向了公寓大门。克莱恩紧随其后，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天气还保持着6、7月份的热度，劳维斯会怎样对待他太太的尸体？找一个天很黑风很大的夜晚，偷偷将尸体丢进塔索克河、霍伊河，或者随便找个地方挖个坑就埋掉。克莱恩知道，必须在墓园下葬是1000多年前上个纪元的尾声年代中，7大教会和各国王室为了减少并消除水鬼、僵尸和怨魂专门制定的法律。具体的实施办法是由各国提供免费土地，各个教会负责看守或巡视，只在火葬和下葬环节收取很少的费用，以支付必要的劳动力付出。但就算是这样，真正的平民还是有些负担不起。离开铁十字街下街134号后，3位职业者与比奇·蒙巴顿分开，沉默着拐向了位于附近街道的西区济贫院。刚临近那里，克莱恩就看见一条长长的队伍排了过来，跟地球上大吃货国人民排往红店的状况一样，人挨人，人挤人。这有100多，不，接近200个人了。他诧异低语，看见排队者都衣物破旧，表情麻木，只偶尔焦急地眺望济贫院门口。弗莱放缓脚步，气质冰冷而阴沉地说道：每家济贫院每天能接受的无家平民数量有限，只能按照排队的顺序来选取。当然，济贫院会做鉴别，不让不符合条件的人进入，这也有最近几个月不景气的因素。伦纳德感叹道：没排到名额的人只能自己想办法。克莱恩下意识问了一句：他们也可以去别的济贫院碰运气，不同济贫院开门的时间不一样，不过都会有同样长的队伍，有的人下午2点就在等待了。弗莱顿了顿道：剩下的人多半会饿上1天，这样他们也就失去了寻找工作的能力，陷入直奔死亡的恶性循环。承受不住的人则会放弃对善良的坚持。克莱恩默然几秒，吐了口气道：报纸从来不会登载这些。弗莱先生，很少听你说这么多话。我曾经在女神的济贫院做过牧师。弗莱依旧是那种冰冷冷的状态。衣着光鲜的3人顺利抵达了西区济贫院的门口，向傲慢打量排队者的看门人出示了证件，被引入了济贫院里面。这家济贫院由一座陈旧教堂改造而来，弥撒厅内铺着一张张垫子，悬着一张张吊床，浓重的汗味混杂着脚臭充塞了每个角落。厅内厅外有着不少无家平民，部分在挥舞锤子敲碎石头，部分则从旧绳里挑着薄絮，竟没有一个人空闲。为了不让平民依赖救济变成无赖，1336年的济贫法规定，每一位平民最多只能在济贫院内待5天，超过就会被赶出去。而这5天里，他们同样得劳动，
敲石头或者挑绳序，这也是监牢里那些罪犯的必然项目。弗莱不带丝毫感情的为克莱恩和伦纳德介绍了2句，伦纳德张了张嘴，最终不知是讥讽还是陈述的说道：离开这家济贫院，还能去另外一家，当然未必再能住进去了。呵，也许在某些人眼里，贫穷者就等于罪犯。挑绳序，克莱恩沉默一阵，不知该问什么的问道：就绳里的纤维是填补船只缝隙的很好材料。弗莱停住脚步，找到了地面被烧黑的痕迹。他们等待了几分钟，济贫院的院长和牧师赶了过来，都是40来岁的男子。索尔斯就是在这里纵火，结果只烧死了自己。伦纳德指着地面那团痕迹道。济贫院院长是位额头宽阔微秃的男士，他用蓝色的眼眸循着米切尔督察指的方向扫了一下，肯定点头道：是的，在此之前，索尔斯有什么异常表现？克莱恩补充问道。济贫院院长想了想道：据睡在他旁边的人讲，索尔斯一直在念叨主遗弃了我。这个世界太污秽太肮脏了，我什么都没有了等话语，充满怨恨和绝望的情绪，但谁都没有想到，他竟然打算趁大家睡着，打碎所有煤油灯，纵火焚烧这里。感谢主，有人及时发现并制止了他的恶行。克莱恩和伦纳德相继又找来了昨晚睡在索尔斯旁边的几位平民，找来了阻止惨案的警卫，但只得到和资料上没什么区别的回答。当然，他们暗中用灵视、占卜等办法确认了对方是否在撒谎。看起来索尔斯早就有报复和自毁的想法。一件似乎很正常的案件，伦纳德让院长和牧师离开，先行发表了意见。克莱恩斟酌着说道：我的占卜也告诉我，这起案件没有超凡因素的影响，暂时将索尔斯纵火案排除。伦纳德下了结论。就在这时，弗莱突然开口道：不，或许还有另外的可能，比如索尔斯受了别人教唆，那个人是非凡者，但没有用超凡手段。克莱恩听得眼睛一亮，当即附和道：有可能比如之前那位教唆者特里斯，但这和劳维斯太太的死亡就没法挂钩了。他微皱眉头的想到。